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厨房美食多。在看视频之前，请给我点个小爱心，您的鼓励是我进步的最大动力。60岁的李大爷最近总是感觉乏力，常常口渴，喝再多的水也没有用，还会尿频。老伴不放心，催促赶紧去检查，这才确诊糖尿病。因为早就听说过糖尿病的危害，所以老伴吴大娘也是格外的重视李大爷的日常饮食，直到最近才从女儿那里得知，燕麦是一个好东西，不仅能够降血脂，还能够辅助降血糖。于是吴大娘就去超市购买了好几大包的即食麦片，让李大爷做早餐吃。然而一段时间过去了，李大爷到医院重新检测血糖，原本以为会降下去的血糖反而升高了不少。吴大娘疑惑了，不是说燕麦可以帮助降血糖吗？怎么吃了血糖反而上升呢？自此之后，李大爷将燕麦视为升糖大户，不仅自己拒绝食用，还告诫亲朋好友们要少吃燕麦。那么燕麦真的是害人之物吗？常吃燕麦养生还是害人呢？美国时代杂志评选出的全球10大健康食物，燕麦赫然位列第5位。美国 FDA 也认为燕麦具有降低胆固醇、平稳血糖的功效，属于功能性的食物。其实从燕麦片的营养价值来看，燕麦可以说是最优秀的谷物之一。燕麦含有的蛋白质和钙元素是所有谷物中最高的，其中含有的维生素 B 族和矿物质还能够弥补其他主食带来的不足，且相比于精米白面，更有利于控制餐后的血糖，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。此外，燕麦还有不可溶性膳食纤维，对于促进排便有很好的作用。那为什么又有说法称燕麦是害人麦呢？其实这里指的是那些假燕麦，是麦片冲剂。如果细心的查看成分，可以发现其中含有大量的白砂糖、脂质末。燕麦也会使用小麦或者是大麦来代替，虽然口感会更加的丰富好喝，但是比起纯的燕麦，营养还是大打折扣了。2是水果燕麦，看上去是非常健康的零食，使用了非油炸的工艺，似乎低脂健康，但这种水果燕麦脂肪含量是纯燕麦的几十倍，热量也有所增加。3是谷物麦脆片，不少人喜欢用起泡牛奶食用，认为健康又营养，但这类脆谷物的糖分一点都不少，只需要3勺就相当于吃了1勺纯的糖。这也是为什么有人吃了燕麦片之后，血糖会快速的上升，很可能吃的就是以上这些所谓的燕麦片。按每天把燕麦片，身体能收获什么益处呢？燕麦零食对身体没有什么益处，那如果每天坚持吃一把纯天然的燕麦，身体最后会发生什么情况呢？是降低胆固醇。发表在《免疫学前沿》上，来自中国的一项联合研究发现，对于降低总胆固醇和坏胆固醇的水平有很好的影响。此项研究每个中心均选了70位，共210位轻度高胆固醇血症患者。这些参与者被随机分成2个小组，他们每天食用80克的大米或者是燕麦，并进行45天持续干预的观察。30天后发现，2组参与者在摄入大米或燕麦后，均检测到体内的总胆固醇与坏胆固醇的水平都有下降的趋势，但在第45天食用大米者与食用燕麦相比，总胆固醇与坏胆固醇的降低比例分别为 3.0%、3.9% 和 5.7%、8.7%。显然燕麦降得更多。最终研究人员得出结论，食用燕麦可以帮助降低坏胆固醇的含量，并有利于控制胆固醇的水平。2、降血脂。发表于美国临床研究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显示，燕麦中含有的贝塔葡聚糖
可以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水平。经常食用燕麦可以促进降血脂。3. 控制血糖。贝塔葡聚糖还可以在消化系统中形成凝胶状的物质，可以减缓胃排空的实质，影响碳水化合物的消化速度，有利于餐后血糖缓慢的释放。4. 不容易引发炎症。脂肪、糖分摄入过多会增加炎症水平，平时身上有伤口、有炎症，也可以避免吃到发物。而燕麦是比较健康的。自然杂志中的研究论文表示，它具有特殊性，不容易引发身体的炎症。此外，可以帮助逆转轻度的脂肪肝，减轻肝脏上的炎症，帮患者控制身材。5. 增加肠道的有益菌。摄入足够的膳食纤维是有助于调节肠道，改善代谢，降低便秘、痔疮、长息肉等疾病的风险，同时能够增加乳酸杆菌、双歧杆菌的数量，增加消化和肠道的稳定。燕麦中的膳食纤维还可以增加粪便的重量，预防和改善便秘。其纤维素还能促进肠道的蠕动，使肌肉保持张力和健康，有利于粪便的排出。由此可见，燕麦对人体有诸多的益处，是非常优秀的食物。3. 哪种燕麦最健康？手把手教你挑选。市面上售卖的燕麦种类不少，有整颗粒的燕麦、燕麦米、去皮燕麦、生燕麦片等。那既然燕麦零食不健康，到底哪一种燕麦好呢？ 1. 整颗粒燕麦，这是燕麦最天然的状态，只是去了壳，没有过多的加工。这种燕麦完整的保留谷物的营养，对于血脂、血糖的控制也是最高的，但由于质地比较严密，不容易煮熟，因此在食用前最好先用水浸泡1夜，等水分吸收充足后再和大米同煮，或者是用豆浆机来打磨成燕麦饮来饮用。2. 去皮燕麦、燕麦米，这种燕麦是在前者的基础上磨掉了一层种皮，基本上保留了燕麦 90% 的营养成分，也更方便煮熟，无需浸泡1夜便可以食用。3. 生燕麦片，就是把燕麦粒直接压成片，没有经过加热处理，因此不能直接的冲泡，需要用热水来煮开，打燕麦片比较容易易熟。市面上的燕麦种类繁多，如何挑选好的燕麦只需要看3个点。1. 就是看配料表，检查是否只有燕麦，还是额外的添加白砂糖、脂质木等成分。若是纯天然的燕麦，那么包装上的配料表部分应该仅有燕麦。2是煮一下，好的燕麦一般是越煮越粘稠，这是由于贝塔葡聚糖的含量高，保健效果更好。3. 燕麦选择要合理，燕麦和麦片不能划等号。一般燕麦片是燕麦唯一原料加工制成的，而麦片则是小麦、大麦等的谷物片的统称，有时可能不含燕麦，所以我们要清楚，对血脂友好的燕麦比较适合冠心病、高血脂和高血糖患者使用，建议成人每日使用250到400克，但提醒大家，在选择燕麦的时候，注意要选择纯天然的燕麦，而非麦片或一些经过其他精加工的速溶即食的产品，避免因使用错误而对身体健康造成危害。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各位哥哥姐姐动动小手给我点个赞吧，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。我是多多，我们下个视频见啦。